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守候，只为跟您道一声晚安。在2007年11月27日的那个早上，我是带着宿醉醒来的。记得前一晚应该是喝了不少芝华士兑绿茶，又或者是伏特加兑红牛。总之，在廉价的 KTV 包房，我用廉价的酒水灌翻了我自己和10来个朋友。在25岁的第一天醒来，我的内心充满幸福，甚至带着许多骄傲。那时我正做着曾经最向往的时尚杂志编辑工作，通过积极社交结交了许多爱喝会玩的朋友。工资不高，但因为没有太大生活压力，于是也能时常不买些奢侈品。每每在深夜喝得烂醉，从酒吧出来，欢快地从人声鼎沸的工体西路穿过元老胡同，再走到车水马龙的朝阳门外大街上打车回家。看着高楼大厦满城霓虹，经常会想矫情地喊一嗓子，北京是我的。所以25岁的那一天，我带着许多的感触以及青春特有的义气与肤浅，写下了25岁后你该知道的66件事儿，记录那个时候我是如何生活、交友、恋爱等等，感觉良好，志得意满。而今我37岁了，前一晚我只是自己静静地待着，甚至没有喝酒。凌晨的时候还在跟人讨论工作。12年之后，生活变得越来越具体。这一周要做什么，明天必须要确定哪些事儿，下周要见哪几个人，狗粮快吃完了，而猫又该驱虫，暖气不热要找人来修理，阿姨过年要提前请假，晚上吃了主食或油盐，明早起来脸一定肿，一个人喝半瓶香槟或者100毫升的 whisky， 正好超过这个量，第二天会头疼，至少耽误半天不能干活。年少无知，每一分钟都在想可能；人近中年，每一分钟都在想对策。可是今天我一觉醒来，还是写下了这篇感悟。因为一年一年过去，面临的问题每年都是全新的，竭尽全力想对策找方案的同时，常常也会顺便收获一些经验与答案。25岁的时候，我一周去3-4次夜店，经常喝到天亮直接去上班，喜欢谁就表白，根本不在乎被拒绝，时常迷茫也时常热血。如今我37岁，几乎每天准时23点睡觉，7点起床，绝不熬夜，很难喜欢谁。就算真的喜欢，也会克制自己，因为害怕打扰，也怕被拒绝。情绪稳定，很难被外界影响。年轻很好很浪，但你也还是会喜欢未来成熟的你，因为那个成熟的你在看待人、做事情、过日子的时候，终于明白了37件事儿。对人，第一点，大部分人对别人并没有真正了解的欲望，最多只是想从别人的人生里找出一点破绽。第二点，迟早你也会走入一种很淡然的状态，因为不在乎，所以很难对人生气，对许多事儿也不再用力，说话变得很直接，甚至显得有一些冷漠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，旁人觉得单调，但自己觉得有趣儿。这不是什么佛系，这是你在做成了许多工作，打过了无数交道之后，终于对人际关系里的琐碎、无聊、虚伪有了豁免权。第三，为什么要害怕被人嫉妒啊？你只有在极为出众的时候才会惹人嫉妒。第四，真实人生之中，什么翻盘、逆袭、打脸赢回去，其实都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。所以真的也别想着要证明给谁看，要跟谁较劲儿，能切实的让自己的生活今天过得比昨天好一点，明天又过得比今天更好一点，才是人生第一正经事儿。第五，好的时候不说蠢话，分的时候不说狠话。任何时候
不在背后瞎说坏话，便当作当代体面的社交。第六，也该想通了吧，那些摸不开面的、放不下的关系、理不清的人群，根本都是自己想的太多。拉黑一个人，拒绝一件事儿，并不会对谁造成多大的伤害，硬起心肠只是为了放过自己。第七，你越来越不爱吐槽了，因为深刻了解每个人都有装逼的权利，你也一样啊。人生太艰难，害怕的时候我们都会装模作样。第八，并不是年纪大了脾气就会越来越坏，而是因为年纪大了就会有足够的经验判断出哪些是撒谎，哪些是推诿，哪些是故意使坏，哪些是又蠢又无知，以及对这些生气只有一个原因，请别浪费我的时间。第九，其实蛮残忍的，人际关系的终结并不总是想象当中的背叛或是欺骗，很多时候只是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，也无法共同进步。友情是，爱情也是。第十，学习做一个沉默的人，默默地希望朋友都好，却并不在他风光的时候说太多的漂亮话，默默地做事，在未完成之前绝不敲锣打鼓沾沾自喜，默默地爱人，表白、付出和相处都安静有节制，默默地处事，不高冷不高调，保持亲切的疏离。在做事方面呢，就应该到第11点了吧。快乐其实很简单，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，别执着于让人喜欢。第12点，有时候并说不上是外界歧视吧，你当然可以尽情的胖，随便的丧，天天玩耍不工作，没人妨碍你。但与此同时，总有人在认真的健身，拼命的工作，投入的创造，这些人自然会得到更多的爱慕、机会和敬仰。你看着这些人的热闹，难免会觉得孤独无助，最后如果不改变，你会自己鄙视自己，真的不是别人，别人才懒得理你呢。第13，是这样的吧，做一些没有报酬但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抽出整段时间陪伴家人，养一只猫或是一只狗，发展一个嗜好，比如说喝一点小酒，这些事情本质都是相同的，都是为了让自己懂得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牵挂真好。第14，回想做成的许多事儿，最后都是拼赢了毅力。聪明只是一开始的火苗，没有毅力，什么都会很快熄灭的。任何时候不要怂，对敢于抗争的人，人都会很敬畏。第16，也是艾米最在意的，请务必做到财务健康。当然不是财务自由，是根本不切实际的。财务健康是指你有完全的能力独立维持生活，有应对各种风险的充分保障，诸如医疗保险、短暂的失业储蓄，都能合理的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爱好，能做到财务健康，自然懂得平和和自省。第17点，在掉入谷底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征兆，你只能一刻不停地保持攀登。第18点，永远想着下一件要做的事情，发生过的无论是荣耀亦或是悲伤，都绝不回头再看一眼，这便是积极度过人生的最大法则。那接下来就是谈爱。第19点，你爱过的人都会记得你，因为他们曾得到过你执迷的、纯粹的、巨大的、不问代价、不计投入的爱慕。所以别自伤，被爱过的人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感到疑惑和遗憾，而你在放下之后，可以头也不回地朝前走。第20点，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和你聊天，会说好笑的笑话，对一切都很有主见，但非常愿意听你的意见，以及笑起来很温暖，那这就是最理想型的恋人了。第21点，什么看脸啊、看钱啊，最终你会发现，你忍得了没那么好看的，
不那么有钱的，但绝对忍不了和无知、无趣、无聊的作伴。第22点，有人爱，有事儿做，若不能两全其美，还是得有事儿做。第23点，我们有时候会太专注于失望、挫败、误解，以至于觉得自己不配、不好，甚至不值得活着。但只要专注于爱，只关注那些善意的、真诚的、默默地爱着我们的人，感谢他们，回应他们给的鼓励、关心、帮助、陪伴、爱护，你和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就有了安全距离。接下来的几点应该是关于此生的吧。第24点，什么是成年人呢？成年人就是懂得选择，更懂得承担选择后果的人，能高调的吃糖，也能闷声的吃屎。第25点，人走向中年有一个重要标志，脸和脖子渐渐连成一片。保持青春，就是要始终保持脸和脖子分开。第26点，说真的，你只要生过一次病，在深夜的病床上听到过别的病房传来的哭泣，体会过因为疼痛连最简单的翻身都无法自行完成，什么都想吃但什么都不能吃，想做许多事但发现自己连坐直的力气都没有，你就知道健康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第27点，独立并没有优越感，独立只是最大程度降低了有求于人的可能。须知，最耗费精力的事儿便是求人，无论求许可、求认同、求照拂。因为无求于人，于是情绪稳定。当然，食得咸鱼抵得渴，选择一种就得放弃一些。我个人的经验来讲，对自己心狠一点，才可以在许多人和事情上松绑。第28，有质量的生活需要3个能力：创造价值的能力，分辨善恶的能力，自娱自乐的能力。再明白点说，就是能挣钱，懂得保护自己，会找乐子。第29，钱的好处是什么呢？第一阶段是满足各种欲望，而真正的好处在第2阶段，你得以无视一切挑衅、议论和猜忌，没人能影响你的生活。第30，当你懂得吃生蒜的乐趣，冰箱里面常备速冻饺子、冰块和酒，家里的门锁是智能的，最常联系人是阿姨，能毫不犹豫地说出城中最好的3家餐厅、酒吧、咖啡馆。亲爱的，你已掌握了独身之道。第31，很简单，只要睡得着，一切都会好。32，你做了所有该做的事儿，你只是差点运气。这一句话足以解释我们人生当中的所有欠缺。第33，偶尔要试试彻底失联式的放松，不上网，不说话，不见人，找一套书、一套剧或者一套游戏，让自己彻底沉溺进去，不用长，2天或3天。在那段时间的失联里，你会发现，日常生活里绝大部分的焦虑、疑惑、不快乐，都是由人际间的影响造成的。远离人群，在如今也包括远离互联网。你要快乐，你就要学会偶尔消失。第34，人生大道理说穿了就2个字，算了。第35，年轻的时候要保持希望，成年了以后要降低期望。36，如果处在情绪低潮，请你坚持每天散步，走远一点，走不同的路，记下那些看起来不错的店，然后每天去试一家。新鲜感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东西，找一部纪录片看，看动物的一举一动，看凡人的一餐一饭，万物皆为生存努力。但辛苦之外，亦有乐趣与精彩。打电话给亲友，听听他们的声音，你从来不是孤独的存在。不要反复
回味心中的遗憾，只愿你紧紧抱住每一天之中最微不足道的快乐，在悲观事中做个乐观的人。这是第37点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与你如约守候，只为跟您道一声